保存香菜别直接放冰箱了。今天教你几个方法，放半年也新鲜，随吃随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在我们日常饮食中，最常用的调料莫过于葱姜蒜和香菜，它们不只适用于凉拌菜的搭配，甚至直接掺入日汤中也是极佳的选择，使得菜品更有溜咸欲滴的美味感觉。因此大家都会一次性的多买点回来备用。如果没有正确保存，香菜呢就会发黄和干燥，又或者即便是放进冰箱里也会变得稀烂不堪。因此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有效保存香菜。遇到香菜便宜时，多买一些保存起来，还能省下不少钱呢。方法一，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塑料瓶，我们把瓶口的部分剪下来，操作时小心一些，不要伤到自己。或者大家家里边有矮一点的花瓶也可以用哦，会省事很多。现在再把开口这里修整的圆滑一些，这样后期不会伤到自己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往里边呢加入一勺白糖，再把香菜放进来。放进来之前呢，需要把上面的黄叶以及烂叶都去掉，因为它们容易变质有异味。再往里边加入少许的自来水，注意水量哦，根部浸泡即可，不要把杆茎和叶子都泡到，否则容易变坏。香菜像这样竖着插进去，就像竖盆景一样，放在家里还可做观赏。我们可以将其放在台面或阳台，有阳光的地方最好，但不要暴晒。只需每隔3天换一次水就行，这样香菜就能够继续生长，而且呢不会出现枯萎发黄的现象。像这样水培种起来，随吃随去，非常的新鲜方便。每次吃多少我们就像这样取多少，保留里边的萌芽和根茎部分，那么香菜就会源源不断的生长。这正是利用香菜根须的特点，让它还能继续吸收水分，以供给杆茎和叶片，使其不发黄不腐烂。根系越发达的，水培起来越轻松哦。我们就可以一茬又一茬的收获香菜啦。之所以在水里适当的放一点白糖，是因为它有利于植物的生根，而且白糖呢还对改善水质有一定的效果。如果您想要香菜长得更好，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磷酸二氢钾到水中，促进香菜的生长哦。像这样保存香菜，只要勤换水，适当的添加养分，那么就会一直有吃不完的香菜啦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方法2，这个方法类似于方法1。这里我们先把香菜可食用的部分剪下来，在剪的时候保留住香菜里边的萌芽，不要一股脑全部剪掉。除了水培，香菜的种植还可分为2种，第一种是种子种植，第二种香菜根种植。像住楼房的朋友，种植就推荐第二种，可快速实现香菜自由哦。下面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种植方式。可以找一个泡沫箱，弄点土壤，土壤山上找点肥沃的土壤带回来，嫌麻烦可以直接网购，特别方便。然后把香菜种植进入就行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可以把香菜根埋得深一点，露出杆茎以上的部位就行。其实香菜对土壤的要求不高，病害少且易管理，并且因为滋生的气味，我们种在阳台还能防虫呢。种植结束后，需要往里边呢加入一点水，我们俗话叫定根水。刚刚种植的作物加入少许的自来水，有助于它更好的生长。7天后可以浇一次肥水。像我们这样留有萌芽的，等2个星期呢就可以逐渐采收了。香菜呢是一种很适合家庭种植的蔬菜，无论是盆栽还是在院子里，只要您记得浇水，它都能长得不错。心动的朋友不妨去试试，希望你也能收获这份乐趣。自己种植丰收真的很快乐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分享方法3。我们需要先将其清洗干净，准备一盆清水，撒入少许的小苏打。下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后，我们把香菜放进来浸泡一会儿。由于香菜呢是青菜，
很可能呢会吸附很多的虫卵、农药残留或者是人工添加剂等。就比如喷蓝矾，俗称的蓝粉，不清楚的朋友可以看看香菜叶表面的蓝色不明物体，正常种植的香菜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哦。有的朋友吃了容易恶心反胃，就是这些原因所在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将香菜放进小苏打的溶液中浸泡，就能有效的清除香菜上的污物，使香菜更干净。这会儿我们下手搓洗根茎部位，就这里容易藏匿泥沙、虫卵等各种污物。经过浸泡，污渍呢已经被软化了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轻轻搓洗，就能将其清洗干净。而香菜叶就不能过分揉搓了，它非常小气，你一搓它，它就变脸。我们就这样在水中涮一涮，也能将其清洗干净。接下来再用清水漂洗一下就可以啦，这样香菜就被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控水捞出，甩掉多余的水分，放入沥水篮中，置于阴凉处沥去水分，必须没有水分残留，因为水分呢会大大减短香菜保存期限，因此在保存前务必进行尽量的晾干处理。接下来桌面平铺一张保鲜膜，把香菜按量分成小份，一份吃1天或者2天，然后用保鲜膜把这些香菜包裹起来，在不破坏香菜的同时，尽量的缠紧一点，两头也要密封好，不要让空气流通，这样就行。就这样处理过后，然后放进冰箱里冷藏，这样就可以冷藏至少4-5个星期，依然新鲜，随吃随去，特别方便，拿出来就用，都不需要进行清洗，想想就轻松。冰箱的温度低，平时呢我们也会利用冰箱来保存食物，冰箱的低温可以有效的延长食物保存的时间。再加上香菜表面裹上保鲜膜，保鲜膜储存的原理就是使香菜不与外界接触，阻止与外界的细菌隔离，不引起香菜变质，防止它消耗自身营养，导致快速枯萎，更利于保存。所以这个方法保存香菜很简单，很实用，赶紧试试。方法4，沥干水分的香菜，我们根据自己的烹饪习惯，将其切成合适的小段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准备这种保鲜袋、密封袋，把香菜装进去，根据用量进行储存，然后再密封好。接下来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即可，因为是密封冷冻储存的，香菜能保存新鲜1年不变质、不泛黄，保质期最长。冷冻过后的香菜呢是这样的，粒粒分明。这样冰冻的香菜依旧颜色翠绿，而且呢不影响香菜的味道和口感，吃起来就像新鲜的香菜一样。喜欢吃香菜的朋友，不妨在家试一试这种保存的方法。香菜不仅可以冷冻，而且呢还冻不坏。保鲜袋储存法和保鲜膜的储存法原理是一样的。由于是干燥的环境，香菜是松散的，不会粘连，用的时候打开倒出来一些即可，很方便的。不过需要记住，冷冻的香菜呢食用时不要解冻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解冻，不然就会变得软趴趴的，还会变得黑漆漆的，所以不需要解冻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用就可以，味道是不会受影响的。您记住了吗？大家都看到了，这2种方法都要求将香菜洗干净后要沥干水分再保存。香菜有水渍，冷藏湿度很大，保存更加容易腐败变质。带有水珠在冷冻保存，极容易使香菜冻成一块，后续使用的时候很难散开。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呢，需要注意此点。其他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您起到一定的帮助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和方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，记得给我点赞和转发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，我是瑶瑶，再见。